他帶着死神之臉，是恐怖的死神，擁有超強的隱秘性。只要他的靠近，就是敵人的死期。大家好，我是 CM， 這裡是解析系列。上一期我們看了非翼04，如果說非翼04是正大光明炸場的戰神，那這一期就是暗影收割的刺客。好，在開始之前，老規矩，看一下影片的目錄。咱不扯作品，不說作者，也不管發售年代，不生硬，以輕鬆愉快的方式聊聊這台暗黑同盟讓 OZ 視頻聞風喪膽的機體。先看個片頭，我哋立即開播。在 AC 195年發生了轟轟烈烈的流星作戰，而在流星作戰之前，設計非翼04的博士們有一位居博士，他的思維很特別。就在別人以強攻硬剛方向去的時候，他偏不。對於居博士來說，要打贏不一定要正面硬剛，隱秘潛伏、出其不意才是最無傷高效的戰術。於是乎，居博士拿着非翼04的基礎設計作為藍本，開始了反向優化，把追求極致性能改成了追求極致的隱蔽，把全領域的碾壓調成了近戰奇襲的專精。就這樣，一台完全顛覆傳統高達誕生了。對，就是今天我們的主題 SSSG-01D 死神高達。它帶有融入水墨畫的塗裝，能一刀給敵機剖腹產的武器，來無蹤，砍得狠，溜得快，妥妥一個死神。而它的自身靠的是兩大 buff， 第一個就是隱身技能，由於它的機身塗的是純黑色特殊塗裝，帶有吸附雷達波和紅外線，再搭配高功率的干擾器，直接讓敵軍雷達變成了瞎子。當你以為周圍沒有動靜時，它直接從陰影竄出來，主打一個嚇你一跳。這種設計是戰場生存的關鍵，畢竟地球圈到處都是 OZ 的據點，能躲才是活得久，而活得久才能多砍幾台敵機。而第二個就是一刀秒的近戰武器。對於死神高達來說，它沒有必要搞那些花裡胡哨的遠攻武器，只要一門心思放在近戰，一個巨大的光束鐮刀，一刀下去，直接把敵人當豆腐切，輕鬆就能一刀兩斷。這種暗港偷襲加一刀斃命，讓他在戰場上名聲大響，把太平洋沿岸的 OZ 基地一個一個的拆遷。可惜好景不長，在回歸宇宙後，這台孤傲的刺客最終也被敵軍繳獲，為了殺雞儆猴，直接來了一個直播銷毀，讓他成為了威懾殖民地的犧牲品。雖然結局很淒涼，但死神高達也憑借隱身加近戰，給高達史上留下了一筆，也證明了不一定非要正面硬剛，這種獨特的玩法，這種躲暗處一擊即走的刺客風格，也叫獨一份的帥。好，這麼一台刺客機體是怎麼設計的呢？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這台死神高達的設計。對，只是設計。全高為 16.3 米，重為 7.2 噸，裝甲材質為高達尼姆合金。在整體結構上，為了提升機動性，所以機體進行了輕量化的處理。另外，裝甲的表面散布了特殊塗層，可以防止雷達的偵察，這也進一步提升了隱秘性。好，我們先看頭部，一個隱身不眼瞎的暗黑感知。死神高達頭部的設計採用的是簡約的來卻夠用的方式，跟非翼04那種複雜感官比起來，死神高達主打一個專注隱蔽。在頭頂的位置是一個冠狀裝甲，內部搭載了前後兩個主攝像，再結合雙眼攝像，可以形成基礎的偵測網，不管是前方還是後方都能輕鬆捕捉目標。在額頭的位置是它的 V 字形天線，這是一個比較關鍵的部件。當他自己釋放干擾攪亂粒子時，周圍的天線基本都會成為瞎子，但他自己的這一個天線完全不會受干擾，可以讓本機依然輕鬆自在地鎖定目標。在 V 字形天線的兩側是他的火神炮，威力一般，主打一個騷擾為主，擊殺為輔。當敵人衝過來時，可以掃兩下，給自己爭取砍擊的時間。而在火神炮的下方是它的散熱口，主要為火神炮服務，避免持續的射擊時所產生的過熱情況。好，頭部的亮點講完，小總結一下。
死神高達的頭部是隱蔽作戰的感知核心，他放棄了花裡胡哨的多功能，只用頭部攝像搭配抗干擾天線來防止隱身時不丟目標，再搭配着火神炮的補全牽制功能，可以完美的靜悄悄靠近，精準打擊。接下來往四周看，他的四肢機動優先的近戰支撐。先從手臂看起，在手臂的上方是他的肩胛，在肩胛的內部以及上方都內置了一個輔助推進器，左右肩一共4個，在大氣層內可以做到讓本機高效衝刺，同時在水中它也能夠同樣起效，做到靈活走位。也正因為這種額外的推力，造就了死神高達在各種環境下都能快速貼近敵人。在肩胛的下方是它的常規手臂，屬於輕量化，關節活動性拉滿，搭配着肩部的推進器，不管在揮鐮刀還是耍盾，都可以做到又快又穩。好，我們繼續往下看腿部，整條腿部線條比較流暢，在膝關節和踝關節處有着比較明顯的護甲，這很好的保護了腿部的核心關節位置。在腳掌的底部有3個輔助推進噴嘴，主要的作用在於高速移動、轉向或者落地時，能快速調整姿勢，讓機身始終保持着穩定。好，四肢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，死神高達的四肢雖然沒有太多的複雜結構，但每一處的設計都為近戰和機動服務。手臂通過肩部的推進器搭配關節靈活，做到了隱身接近後的快速攻擊，而腿部通過輔助推進搭配着流線型設計，不管在陸地還是在水下，都能讓機身保持穩定，一擊即走。接下來我們往後看推進背包，隱身戰術的核心引擎。這個背包除了推進以外，也是死神高達隱身核心基礎。我們一點點看，在背包的下方是一個高出力的推進器，可以提供足夠的推力，高速衝刺也好，長距離助力也好，它都能起到絕對的作用。畢竟要偷襲，最基礎的就是要快速趕到目標的地點。在背包的上方就是它的隱身關鍵了。我們把它轉個身看看，在背包的上方會有2個噴射口，這是高性能干擾器的粒子噴射口，它可以快速往機身表面散布大量的擾亂粒子，這些粒子能讓敵方雷達完全失效，當然敵人的攝像頭也一樣會失效，完全就是隱身狀態，直接讓死神高達消失在對方的視野裡。這種隱身能力基本無敵的存在，當然作者也知道，要是不加限制，那基本就不用玩了，所以它多了一個壓制的設定，就是無法無限使用，而且使用時間也有上限，這也讓隱身功能必須在關鍵時刻才會使用的設定，比如偷襲據點、突破防線時才會打開。好，背包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，這個背包是死神隱身戰術的靈魂，把推進器和干擾器整合，既保證了機動性，又提供了頂級的隱蔽性，這也讓死神高達可以做到來無蹤去無影，單槍匹馬就能完成據點的壓制，也完美的實現了居博士的設計理念，隱蔽破襲。好，最後一個我們往中間看，軀幹，高機動長續航的服務中心，它沒有多餘的裝飾，一切只為實用。這個身軀線條非常的緊湊，裝甲也分布均勻，既保證了防禦性，又沒有額外增加多餘的重量。搭配着肩部的推進器，可以進一步強化機動性。在胸部的上方，也就是看着像衣領的位置，那是它的機關加農炮，屬於中距離武器，跟頭上的火神炮形成了中遠搭配。不過威力上一般般，會比火神炮強，但依然是以牽制為主。在胸口的兩側是2個巨大的空氣導管，這是核心驅動的降溫關鍵。以死神高達的長時間高速移動，內核是極容易過熱的，而它的大型空氣導管能大幅提升冷卻的效率，給死神高達的保持高速提供了穩定的持久性。在腹部的這個位置有一個厚重的活動裝甲，它是一個艙門，這個雙重裝甲的艙門提供了很好的防禦性。當它向下開啟時，往裡面走就是駕駛艙了。整個駕駛艙採用的是球形外殼，由於迪奧的身高只有1.56米，所以駕駛艙的座椅、操控的布局都按1.56米的尺寸範圍來設計，
可以說是迪奧的私人定制。在座椅的兩側是操縱桿，底下是腳踏板，圍繞座位一周是5個顯示屏，可以提供各類的資訊。由於搭配了特殊雷達、高性能情報分析裝置，所以顯示的資訊是不會被自家的干擾器影響。就算在隱身狀態，迪奧也能清楚戰場的情況，完全一目了然。在駕駛室的這個位置是它的自爆系統啟動器，設計上為一個方柱形的設計，主要是為了防止機體被敵人回收利用。在動畫中，由於機體受損，在迪奧被 OZ 包圍時想自爆，但裝置沒法正常運作，也因為這樣導致機體被俘虜，這也算是關鍵時刻掉鏈子的小插曲。而操控系統方面跟其他5台大致相同，所以換機時難度不高。好，身軀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，死神高達的身軀是它核心保障，大型空氣導管解決了高性能帶來的散熱難題，緊湊的結構設計平衡了防禦和重量，而厚重的艙門和自爆系統也帶來了防禦和保密保障，完美實現了一機一人的專屬。好，看完這台特殊刺客機，雖然叫死神，那駕駛員是不是跟死神一樣的性格呢？接下來我們看看駕駛員的部分。迪奧·馬克斯維爾，他是一個很有趣的駕駛員。都知道死神高達屬於是見者必死的殺氣，但迪奧既不像希羅那種苦瓜臉，一副生人滾開的表情，也不像卡特爾一黑化就搞破壞。迪奧的性格，他開着死神高達卻笑到牙擦擦，活脫脫一副快樂源泉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他開的是一台聖母高達。那反差感可以說是大的離譜，而他的背景也是藏得很深。剛出生沒多久就成了孤兒，在 L2 的殖民地時就被清道夫集團收養。清道夫是一個專門收拾爛攤子的集團，基本都是神秘任務的狠角色，而迪奧就是在這種環境成長，從小就跟着大人跑任務，所以他特別懂得怎麼跟人打交道。殖民地的反抗軍都特別信任他，不會因為他的年紀小就輕視。就這樣，他練就了一身的本領。不過他跟其他人不同，其他人都是專攻格鬥暗殺，但是他偏偏喜歡機械操作，所以不管是 MS 還是太空船，大到大型機械，小到指甲蓋大小的精密儀器，在他手裡都能玩得明明白白。這種天意簡直就是為死神高達量身定做。畢竟死神高達就是這麼一台需要精細操作才能發揮隱身優勢的機體，而迪奧本身就有清道夫的隱蔽本能，知道什麼時候該藏，什麼時候該衝。一人一機的配合可以讓 OZ 據點一個一個被點名。死神高達的冰冷氣息也被迪奧的樂觀和情誼中和。他既不像特蘭特那種被系統逼瘋，也不像卡特爾那種被仇恨裹挾，既能守住底線，又能完成任務。這也是為什麼他可以跟死神這個標籤完全不搭邊的原因。另外，他還是一個社交牛，跟希羅同一所學校時，沒幾天就成了大家喜歡的人氣王。憑他那笑嘻嘻的態度，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平時跟人勾肩搭背的人，一轉頭就開着死神高達，把 OZ 的軍事基地給拆了。而5名高達駕駛員裡，他也是最積極樂觀的一個。哪怕戰爭打得天翻地覆，全員迷茫時，也就他還在開玩笑，主動拉着大家互相幫襯，妥妥的團隊情緒穩定劑。另外，除了樂觀，他還特別的講義氣，做事也靠譜。大家都知道希羅那種動不動就想自爆，而迪奧總是默默的兜底，希羅被抓他就去救，希羅發神經鑽牛角尖，死活不聽勸，他就用自己的方式拉一把，絕對不會看着希羅白白送死。好，這麼一位樂天派的駕駛員開着一台恐怖的死神高達，打出的戰役如何呢？接下來我們看看實戰的狀況，講講戰役部分。老樣子，跑龍套的戰役直接帶過，只講講比較核心的戰役。首戰流星作戰，在 AC 195年，殖民地研發了5台高達，為了反抗地球聯合，發起了流星作戰，把高達偽裝成流星墜落，直接送往地球，其中就有死神高達。在到達地球後，第一個目標就是軍工廠，只見一個爆炸，敵人還沒反應過來就被一刀兩斷。死神高達直接現身，然後一個旋砍，目標快速完成，可見高達的威力。
緊接着海底作戰，完成了上一個戰役後，趕往下一個目標的迪奧檢測到高達的存在，特地過來探查。結果一上來就看到敵人的 MS， 直接2刀解決。另外一個還沒來得及報告，也直接被高達死神一巴掌拍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海面的戰艦也發現了異常，開始大範圍攻擊。結果死神高達直接從水底攻擊，把戰艦攔腰砍斷，然後一個掃砍毀掉駕駛艙，想跑，光束護盾直接射擊。既然這麼多人都在，那下面肯定有東西。果然，海底正在打撈飛翼。由於機體檢測到異樣，飛翼開始啟動自爆。死神高達直接一個閃光，就在大家閃瞎狗眼時，一個砍擊，一個跳躍追擊，直接解決了2台。另一台用機械爪鉗直接抓頭轟炸。死神高達直接光束護盾發射，把對方鑽爆，解決了敵人。可以好好的看看他們到底在撈什麼了。結果一看，我的乖乖啊，這跟死神高達太像了。同樣的材質，連自爆也差不多。按照死神高達的結構，迪奧嘗試直接破壞自爆系統，結果成功了。這一台高達雖然不知道是什麼，但丟了可惜，直接撿回去當後備零件吧。就這樣，飛翼高達被迪奧回收，戰役結束。接下來是 OZ 引誘戰。在上一個戰役中，被回收的飛翼高達也引來了希羅，所以迪奧和希羅也開始了短暫的合作。由於 OZ 的陰謀，導致希羅誤殺了和平派，間接協助了 OZ 的叛亂。就在 OZ 佔據了地球聯合的據點後，目標開始轉向5台高達，而這一次的任務也交給了雷帝負責。雷帝以新型 MS 陶拉斯為誘餌，打算分成2路，一個空路，一個陸路。這樣既能分散高達，又能降低難度。而迪奧也得到了消息，跟希羅分頭行事。就在迪奧到達現場時，看到沙漠高達正在激戰。就在沙漠高達打算破壞鐵路時，火車直接升炮把沙漠打趴。就在千鈞一髮時，死神高達一把抓住車廂，一個反舉把整列車操翻。就在大家都覺得成功時，列車開蓋竟然全是敵方的 MS， 這下撲街了。這不明顯就是陷阱嗎？而空路那邊也同樣受到了埋伏，而此時的雷帝也開始了騷操作，所有的導彈都瞄準了殖民地，以此為威脅，要求所有高達投降並交出高達。大家都傻眼了，也不知道怎麼辦。就在此時，J博士黑入了頻道，也宣布了投降。但是高達你們想都別想。說完，希羅直接走出駕駛艙自爆，特洛瓦帶着半條命的希羅撤退。而迪奧和卡特爾也直接撤退，戰役結束。緊接着是重回宇宙戰。經過了上一個戰役，迪奧和卡特爾一起去了親衛隊所在的中東國家，不過還是被 OZ 盯上了。OZ 的士兵以借口水喝為理由，其實就是埋炸彈。看來只要高達在，都會連累人。在親衛隊的協助下，迪奧和卡特爾開始離開。而 OZ 這邊搞定了地球聯合後，他們開始以和平的名號去佔領殖民地。迪奧和卡特爾通過媒體也知道了這一事件，看來必須返回宇宙了。就這樣，他們來到了新加坡宇宙港。結果這裡早就被大量的 MS 埋伏，大量的火力讓死神高達和沙漠高達無法靠近。沙漠高達想嘗試衝刺，但還是被導彈炸飛。死神高達過來救場，一刀切割，但還是被大炮炸飛。此時的殖民地也在直播這一場戰鬥，但殖民地的人卻相信了 OZ 的鬼話，他們認為 OZ 才是和平的，高達才是戰爭的根源。於是乎開始了各種媒體抹黑，宣稱殖民地跟高達無關， OZ 的敵人也是殖民地的敵人。看到了這一切，迪奧和卡特爾也是心死啊，我們拼死拼活到底為了什麼？就在兩人極度失落時，神龍高達駕到，一句屁，我們才是正義的，把2個人的士氣重新點燃。同時也看到了希羅和特洛瓦也在其他地方堅持戰鬥。為了盡快返回宇宙，卡特爾斷後，但由於敵軍太多了，沙漠高達以自爆的方式阻礙了敵軍，戰役結束。好，接下來是最後一戰了，死神高達自爆。在返回宇宙後，死神高達所在的穿梭機正漂浮在宇宙。OZ 也發現了它，開始回收。就在靠近時，從穿梭機內部發出了光刃，
死神高達直接一刀橫砍數台。這時候的陶拉斯也來了，這歡迎儀式，我是你們大爺啊！陶拉斯直接散開，速度之快，死神高達無法招架。而死神高達的能量其實也已經耗盡，只見高達一個光束護盾，根本就打不中。最後手臂也被陶拉斯射爆，沒辦法了，那我就讓你們見識一下，在宇宙放煙花是什麼樣的。說完，迪奧啟動自爆裝置，一錘拍下去，結果沒有反應，這下是真的尷尬了。就這樣，死神高達被敵軍繳獲。為了殺雞儆猴，OZ 最後以直播的方式把死神高達摧毀，就此死神高達的所有戰役結束。好，看完戰役，接下來我們簡單盤點一下它的武裝部分，一個一個的來。先說射擊類，火神炮，騷擾牽制的開胃小菜。它位於頭部的兩側，威力不算高，不過只要夠近，還是可以打殘對方。但主要的作用依然是牽制敵人，比如敵人想衝過來時，就能直接掃射，為後續的拔刀創造機會。另外，由於是實彈武器，所以不像光束那樣一發射就暴露位置，特別適合乖乖徐徐，一騷擾完就可以隱身跑路。接下來第二個射擊武器，機關加農炮，中距離牽制的過渡武器。它位於肩部，由於是內藏式，所以不會破壞本身的流線型，也不會影響隱身效果。跟火神炮屬於是遠近配合，也可以看成是牽制組合。威力上比火神炮強一點，但作用依然屬於牽制。比如敵人在中距離扎堆時，就是用它的時機了。好，接下來看看防禦武器，光刃護盾。它也有另一個翻譯叫破壞盾牌，攻防一體的多功能兇器。它位於左前臂，平時貼合手臂，不會影響機動性。基本功能非常的扎實，採用的是高達尼姆合金，表面帶有抗光束塗層。普通的武器基本打不壞，能防遠攻也能防近戰。在盾牌的左右兩側可以展開兩個實體刀刃，這讓攻擊的範圍進一步的擴大。在盾牌的前方可以釋放光束刀刃，在盾牌的後方帶有一個推進噴嘴，面對近距離的敵人可以高速旋轉的方式懟向敵人。這時候它就像一個鑽頭，直接秒殺 OZ 的主力機。而當面對中距離敵人時，可以直接射出去。由於它可以改變方向，所以基本上可以把敵人打得措手不及。射完後還能回收，妥妥的循環使用。最後一個光束镰刀，死神的終極收割刃。這是一把大型的長柄武器，前端能形成月圓狀的光束刃，整個握把可以伸縮。當不使用時，握把會縮至最短，然後收納在腰間的固定掛架上。既能方便攜帶，又帶隱蔽性，威力上切割性很強，可以輕鬆做到一刀兩斷。而且它不挑環境，水下照用，絲毫不影響威力。連 OZ 的士兵也很驚訝，為什麼可以在水下使用光束？它的光束刃正常情況下是固定方向，但隨着使用的方式，它可以改变方向，以長槍的形態使用，既能砍又能刺。在動畫中，為了停止非裔自爆，就轉換過這種形態，而一般使用時會以雙手揮動，畢竟這樣的速度更快，範圍更廣。當面對多個敵人時，一個揮砍可以割草一堆。好，本期的解析就講到這裡。如果大家覺得我講的還不錯的話，請給我點個讚，這對我很重要。而下期我們就講講死神高達的後續機地獄死神吧。喜歡的朋友可以點讚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類的影片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是實驗，我們下期見。